停下！给我停下！这是我的地，你们在干什么？哼，这块地已经签合同卖给我建猪圈了，白纸黑字，钱都付了。有事找你爹妈去，别耽误老子动工。我叫陈莹，5年前，我把新州市农林研究院唯一邀请函让给了弟弟，自己扎根在这片全村人嫌弃的盐碱地。大家都当我是疯子，但是努力5年了，我终于熬出了超耐盐碱的高产作物。你们凭什么把我的地卖了？我今年秋收光麦粮就能拿2000块，我的麦种马上就能上报省里审定。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为了300块钱的猪圈毁了什么？你弟昨天从省里打电话回来说了，那片盐碱地根本种不出什么名堂，300块拿去给你弟弟在城里吃喝用，好歹有点价值。他用了我的名额进了兴州市农林研究院，你们宁愿信他不信我。你弟现在是兴州市农林研究院正式端铁饭碗的研究员，你一个成天在地里打滚的丫头片子，能有什么见识？这个家老子说了算，还轮不到你一个丫头片子在这指手画脚。你再闹就滚出去闹！300块，我5年的心血，在你们眼里竟然就只值这300块。那块地5年前分给我的时候是全村都没人要的白碱滩，是我辛辛苦苦才让它长出了庄稼。当年让你留下来种地，那不也是为你好吗？你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女娃子，去省城人生地不熟的，你能干成啥？把我拼死考上的兴州市农林研究院邀请函强行抢走，改上陈子瑶的名字送他去城里享福，这叫为我好？你弟去了省里，现在是端铁饭碗的正式研究员，全家脸上都有光。你要是去了，一个女的在省城能混出什么名堂？早晚还不是得决定回来嫁人。就因为我是女儿，所以在他们眼里牺牲我这个女儿去成全儿子是天经地义的，我的心血也是一文不值。那这块地呢？5年前你们说是补偿给我的，今天你们背着我，把它用300块钱卖给王德发盖猪圈，这也是为我好。你那个破地今年是长得好，万一明年旱了烂了呢？王老板的猪圈建起来，好歹也给村里增加点进项。你就是死脑筋！我够了！你要是觉得委屈，5年前一开始你就别让，让都让了，现在又翻什么旧账？一个姑娘家的，天天不安分。好，邀请函是我让的，我认。地你们卖了，我也认。从今天起，我陈英跟你们陈家再也没有半点关系。你们以后要养老送终，找你们那个有出息的儿子去吧。说啥呢？一个姑娘家领养家压根就不能活，有本事你走了就死在外面，别回来！你们觉得我离开家什么都不是，觉得一个女人翻不了天，那我就让你们睁大狗眼看看，一个你们瞧不起的种地丫头，离开你们到底能做到什么？陈子耀，这上面的研究方向和数据，全是我笔记里的记录。陈家人竟然背着我偷走了我的笔记，将我5年的心血和成功供给陈子耀做前程。谁呀？哎呀妈呀，这一股子化肥掺着泥巴的馊味儿！姐，你怎么摸到这儿来了？进城要饭，要到我们家属院来了。让开！陈莹，你来这儿做什么？这是我熬了5年，记了4代选种数据的育种笔记，你们凭什么用它做申报材料？把它还给我！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可是一家人，你的不就是我的？
我家子耀在新州市农林研究院干了5年，天天跟大专家打交道。你那些破笔记也就是个参考，子耀自己有研究成果的好不好？自己研究的是吧？好，那我问你，你申报的耐盐碱麦种 F3 代分离群体的得分标准界限是多少？你答呀，你一个字都答不上来，因为这些东西全在我的笔记里，你连看都看不懂，对吗？你够了！我在兴州市农林研究院熬了5年，我的旁听报告马上就要批下来了。你现在跑来要笔记，你想干什么？你想拆我的台，毁了我吗？我不稀罕拆你的台，我只要拿回原本就属于我的东西。拿什么拿？这些笔记现在是子瑶工作资料的一部分，是新州市农林研究院的机密。你知道子瑶评上优秀研究员意味着什么吗？涨工资、分房子，以后还能评高级正城。你现在来捣乱，是要断了我们一家的活路。姐，你就算拿走笔记又能怎样？你没学历，没单位，没任何人脉，你以为兴州市农林研究院那帮老专家会听一个村里种地的丫头巷子胡扯吗？行了，别在这儿发疯了。我们子瑶晚上还要请领导吃饭庆祝平腰呢。你这一身臭泥，别站在我家门口丢人现眼。一个种地的泥腿子还想要科研笔记，他拿回去能干嘛？给猪擦屁股吗？呸！陈家人以为把我扫地出门，我就会饿死街头。做梦！我陈莹偏要在这城里扎下根。我要让陈家那一窝子吸血鬼，把欠我的连皮带骨全讨回来。淋透了吧？拿着，别嫌弃，热乎的。快趁热吃，这鬼天气，这一车果子又得全烂手里。我男人死得早，婆家把我跟3岁的儿子扫地出门。我租了这最偏的摊儿，一天卖不出3斤，这日子算是熬到头了。卖不出去跟天气无关，是你卖的方法不对。啥？这批果子是种在沙人土里的高山果，昼夜温差大，果子为了保水，表皮才会长出这种难看的果锈。外行以为皮厚难吃，但其实它的糖分全憋在核里了。啊！切一刀，横着拦腰切。这果心咋像结了冰糖一样？这在农学上叫冰糖心，糖度至少18度，甜得发齁。你把切开的果子用保鲜膜包好，摆在摊位最前面，旁边切成果盘，免费试吃。招牌改写高山冰糖心，价格直接翻1倍。都卖完了，2个小时就把我平时3天都卖不掉的量全抢空了。陈莹整整赚了200块呢，你这脑子到底是咋长的？这才哪到哪儿，而且也是你进的果子底子好。不，你是我的大恩人，这钱我必须和你对半分。钱我就不要了，还得谢谢你这些天收留我。大方，这个县城里最大的农产品收购盘子在哪里？是县城后街的农产品集散点，全县几10个村的粮食、蔬菜、瓜果全是从那儿走的账。今儿刚好是月中大吉，连省城的大收购都在那儿抢货呢。省城的收购商，苹果生意，你按照我说的继续做，够你们娘俩活命。我去后街集散点看看，兴许能趟出一条大路。不行，这摊子我今天不摆了，你走到哪儿，我就跟着你去哪儿。这家麦子是陈粮掺了新粮，你看培乳断面的粉质差异，水分根本不均。这筐苹果全打了催熟药，闻果蒂有一股子掩盖不住的刺鼻甜腻味儿，实则内心早就发黑了。陈莹，你这眼睛是开过光吧？简直神了！在地里蹲了6年，
什么土种什么粮，什么作物看着水灵实际发虚，我早就摸透了。我必须得利用我的优势，彻底翻身。你睁大眼睛看看，帮叶发黄，菜心发虚。我们周总的标准是帮叶翠绿，菜心紧实，单颗绝对不能低于3斤。你这批烂菜叶子，我不收。误会呀，这都是我们全村老少爷们儿辛辛苦苦拉了10几里山路过来的，颗颗都是地里的好菜呀。万山农贸的规矩全县最严，这批货要是被退，这合作社今年算是全白干了。我也不是欺负你，但你好歹拿质量说话。这批货就是收不了，拉走吧。等等，这批菜不是品质不行，是你们收早了3到5天。你看这核心部叶片的包裹层数只有11层，标准冬储白菜必须在14层以上。这说明什么？说明采收的时候外叶根本没有完成向内的营养回流，叶球当然抱不紧。而且帮叶发黄是缺钾导致的早衰。这片地的土底肥偏氮不偏钾，你们施肥的时候是不是图省钱，只上了吊素没上草木灰？你咋知道的一清二楚？菜确实没达标，但不是质量坏了，是管理脱节。如果他们回去追施一次芽肥，再晚收5天，同块地出来的菜绝对能上一个档次。这批货你打8折收了，顺便给他们个教训，也给条活路。下批货保准达标，你们万山农贸也不亏。第2批菜的品质你怎么保准？第2批菜的品质你怎么保准？英姐，这就是周万山，万山农贸的活阎王，全县的菜贩子听见他的名字都腿软呐。因为我了解白菜，白菜钾肥追施的时间必须卡在包新年后的第10天到12天之间，每亩用量30到40斤草木灰或者硫酸钾，追完以后强行偏供水5天，做到这3点，叶球紧实度绝对能提升4成，帮叶绝不早熟。不信的话，你可以让他们按我说的回去试一块地，5天后拉来给你验货。这批货按他说的8折全收。谢谢你啊，小姑娘，都是我们一时鬼迷心窍了。今年收成不好，你这是拯救了我们全合作社的生计呀！顺手而已，若不是周总心善，我也帮不了你们。你这么懂盐碱地种植，难道是兴州市农林研究院的人？我就是一个种地的。好一个种地的！你帮我收到了一批白菜，我也不能没有表示。今晚7点，县招待所2楼，我请你吃饭，来不来？以周万山这个体量，能组起来的局绝对不简单。也许这是我笼络人脉的一个跳板。那就多谢周总相邀了，明日我一定准时到场。老周今天是真喝多了，在集市上捡了个种地的黄毛丫头来吃主桌。穿得这么寒酸，一会儿别浪费咱们谈正事的时间，赶紧打发了算了。陈莹，这阵仗太吓人了，全是大老板，要不咱们走吧？各位老板，晚上好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莹。各位有农业相关的合作，都可以考虑我。行了，先坐。丫头，我知道你想借势谈生意，我欣赏你，所以给你机会。但是，我也想看看你的态度。这可是60度的烈酒，你一个小姑娘，还是知难而退，收拾东西走人吧。我在地里死磕了整整5年，从20岁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世道里，怕是最没用的东西。
酒喝完了，现在可以谈正事了。好，实话告诉你，看你个年轻小姑娘进门，老哥我本想好好挫挫你的锐气，让你知道这城里的水有多深。没想到啊，你这丫头是真有一身硬骨头，年少轻狂。好啊，有本事有底气的轻狂，那不叫轻狂，那叫资本。周总过奖了，初出茅庐不懂规矩，让各位老板见笑了。我这点胆子不过是仗着在泥地里死磕过几年，算不着什么资本。在各位长辈面前，陈莹还要多学习。不图一时口舌之快，是个做大事的苗子。不过我还是得考考你的真本事。你觉得今年全省的冬储菜行情到底会怎么走？今年下旱了整整40多天，秋播至少耽误了半个月，全省冬储白菜面积保守估计减少了20%。但是入冬以来气温异常偏高，涨势反而远超往年，供应量暴跌，单品质量却极高，所以今年的批发价至少暴涨30%。必须走精品路线才能吃到这波红利，那些还想靠烂菜叶子走量的，今年全得赔死。说得好，我敬你。既然你有这个指点乾坤的本事，我手里刚好有个大盘子，极其棘手。我要收进一个村子一整村的冬储大白菜，但那不是普通的菜。周总不妨直说。那个村子里的白菜，前几年不知道被哪个高人给暗中改良过，长出来的白菜甜度奇高，极其耐储。哪个村？陈家村。陈家村？那个改良土壤的高人，不就是眼前这个被亲生父母为了300块钱扫地出门的陈莹吗？怎么，小陈，你认识这个村子？认识，我就是陈家村的人。那片盐碱地的土，也是我一锄头一锄头改出来的。什么？周总，这个活儿我接了。成交。陈莹，你真要回那个把你的心血全推平的家吗？你是不是刚才喝酒喝出幻觉了？放心，我清醒得很。按周万山给的底价，这单如果做成，村里每户少说能分到300-400块的现钱，这对乡亲们来说是一整年的活命钱，我没理由拒绝。那你也不能委屈自己，不委屈。我这次手里攥着周万山的独家合同，背后靠着省城最大的盘子，我要让陈家人看看我陈莹的本事。可是周总派了2波那么精明的人都折进去了，你因为乡亲们闭塞，怕被外人骗，但我是吃那里的百家饭长大的，哪条土能走重车，谁家跟谁家沾亲带故，我摸得透透的。更何况陈子耀现在顶着盐碱地改良研究员的名头，在省里升了职，我不甘心把自己的心血拱手相让。乡亲们不知道内情，等我回去，我要把周婉山的合同拍在桌上，把他们一家子偷来的皮，在阳光底下一寸一寸的全扒下来。我先去给姑姑打个长途电话，摸清陈家人现在的底细。喂，姑姑，是我陈莹。你个死丫头，死哪去了？连封信也不给姑写。你知不知道陈家人？陈子耀的升职宴摆得很风光吧？何止风光，他们都以为那高产的麦子和白菜全是你弟在省城指导种出来的，没有一个人提过你陈莹半个字。他们一家子拿着你的命去换他们的脸，姑姑心里恨啊！姑姑，你别哭，我会回村的。放心，我不是回去受气的。我拿到了省城最大收购是周婉山的独家合同，整个陈家村今年的冬储菜，只要我点个头，就能全变成现钱。我是带着钱回去给乡亲们分红的，更是借着周婉山的事回去打狗的。我们家只要在省里，可受大领导重视了。以后啊，我们就是彻头彻的省城人了，跟村里这泥巴地儿可不一样啦！陈家出了只金龙啊，只要有出息，给咱全村长了天大的脸。各位长辈，今天我陈子耀能有这番成就，全靠我爸妈的栽培。大家放心，以后我在省城，咱村里有什么难处，我一定托关系帮忙照应。子耀啊，既然你在省里有门路，赶紧帮叔打听打听吧。今年全村的冬储大白菜全烂在地里没人收，价格跌了一大半，拉到县城连油钱都亏呀，愁死人了。是啊，说起来最可惜的就是以前莹丫头改良过的那片盐碱地，就那块地种出来的白菜，甜度高，芯子紧，比普通地好一大截。要是那片地还在，说不定还能引来大老板卖上个高价。王叔，这事儿大家把心放肚子里。省城搞农贸收购的龙头周曼山周大老板我认识，上次在省里开表彰大会，我们还打过照面。回头我就帮咱村跟周老板牵个线，
全村白菜收购的合同我来给你们谈。真的？子耀，你可得说话算话啊！那是，我家子耀在省里什么大人物没见过，以后村里有事儿尽管找他。哎，我听隔壁村说，今儿中午真有个省城大老板的车队要来咱们这儿收白菜，难道就是子耀牵的线？那还用问？说不定就是我前2天托人给周老板带的话起作用了。今天我就把这事儿给大家兑现了。哎，今天这么光宗耀祖的日子，真是可惜了。可惜我姐不在。我姐那个人啊，脑子笨，但好歹有一把蛮力气。当初她要是老老实在村里种地，也不至于混成现在这样。哎，不提了。哼，提那个丧门星做什么？那个死丫头打小就是个废物，让她种地她嫌累，给她找个好婆家她不嫁，现在跑去县城。我听说她天天跟一些不三不四的野男人鬼混。别提那个废物，肯定早就被野男人骗了，死在外面了。我放个鞭炮，给大家冲冲喜，去陈莹那死丫头的晦气。谁说我死了？谁说我死了？看看你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穷酸样，这是在外面要不到饭，专门卡着点爬回来吃你弟弟的生殖宴了吧？你还嫌给老陈家丢的人不够多是不是？马上给我滚！别在这碍全村人的眼。姐，你在外面混了1年多，连件新衣裳都没混上啊！你今天该不会是故意穿成这样跑回来博同情的吧？我知道你心里不平衡，但你今天真没必要穿成这样跑来刷存在来祝贺我的吧？你看看你自己这副样子，再看看现在的我，你觉得你站在我的生殖宴上合适吗？陈子瑶到底是怎么评上研究员的？你们陈家人自己最清楚。姐，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你就是看我过得比你好，眼红。你弟现在可是兴州市农林研究院的大人物，马上就要帮全村人拿到周老板的白菜收购合同，带着全村人发大财。你呢？除了丢人现眼还能干什么？是啊，咱们村的白菜还得看我们子耀的门路，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家子耀？姐，你天天把你那点破心血挂在嘴边，那你这个破包里装的又是什么？在外面捡来的破烂垃圾吗？该不会是把在外面要饭的破烂家装全背回来，打算赖在家里不走了吧？是不是垃圾？你们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还在装？你是不是以为塞几块破砖头，把包撑鼓了，就能跑回来装大老板唬人？那我今天就当着大家伙的面，把这堆破烂全倒出来。哈哈哈哈！我当是什么呢？几件破衣服、烂裤子，这就是我们家大姐在外面混了1整年的全部家当。姐，你在外面1年多就攒了这2件破烂，我都替你寒碜得慌。我说什么来着？一个姑娘家离了家，那就是要饭的命。穿着这副鬼样子，卡着点跑回来搅和他亲弟弟的生殖宴，你这就是黑了心肠，存心见不得我们陈家好。现在就给我滚出去，别在这丢人现眼。叔叔婶婶们，大家都亲眼看到了，我姐在外面混成什么鬼样子。她今天回来，无非是眼红我评上了兴州市农林研究院的研究员，过得比她好。不过她毕竟是我亲姐，我不跟她计较。她打小就笨，心眼又坏。当年全县就一个去兴州市农林研究院的宝贵机会，她倒好，自己烂泥扶不上墙，非要留下来种地。我自己非要留下来种地，那我今天就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把陈年烂账从头到尾说个明白。你闭嘴！5年前，兴州市农林研究院的录取邀请函寄到陈家村，上面清清楚楚写着的是我陈莹的名字，是我亲生父母合伙把我关在柴房里，让他陈子耀顶替我去兴州市农林研究院。我熬了5年种出的盐碱地，被你们300块卖了建猪圈给儿子挥霍，而你陈子耀在省里平庸的选育数据，哪一个字不是抄我的笔记？我给你们当了5年血包，今天我不忍了。难怪啊，我就说当年莹丫头理科全县第1，咋不是她去的研究院呢？老陈家这干的是人事吗？也太缺德了！住口！你是个当姐姐的，亲弟弟出息就是你这辈子最大的福分。现在子耀光宗耀祖了，你跑回来当着全村的面泼脏水，我陈家绝不认你这种六亲不认的白眼狼。大家别听这个疯丫头泼脏水，她在外面混了1年，脑子坏掉了。你们还真信啊？她一个跟野男人在外头鬼混了1年的疯婆子，跑回来造谣生事儿。你没错，姐，你就是再嫉妒我，也不能随处造谣吧？乡亲们，
陈年旧事毫无对证，但眼前的事实是，咱们全村的冬储白菜现在正烂在泥地里，没人要。也是啊，这空口无凭的，咱还是别瞎掺和了，免得得罪了紫药，断了咱自己的财路。我无偿贡献心血，帮助了5年的乡亲们，到头来也不过是被利益驱使的墙头草而已。没错，我儿子可是受到省城农贸巨头周万山周总的青睐。你们是信他一个一无所有的种地丫头，还是信我儿子这个能救你们全村命的省城大专家？姐，你想翻天，你也得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钱。我的本钱可是专门为你们这些白眼狼准备的。一个破牛皮信封，里面装不会是在外面大街上捡的破传单吧？拿出来糊弄谁呢？该不会是欠条吧？在外面欠了一屁股高利贷，走投无路了，拿张破欠条跑回来找弟弟替你还钱？又是破烂儿！他那个散发着霉味的破包里，除了破烂还能有什么？行了，别跟他在这耗了，他今天就是存心来搅局的。你弟光宗耀祖的升职宴你搅了，还想搅断全村人活命的机会吗？可不是嘛，姐，你这破包走南闯北的，谁知道沾了什么脏东西？万一身上带了什么传染的病毒，你死在外面就算了，可别跑回来连累大家伙儿。对，这个脏包，还有他手里拿出来的这些破烂纸，不如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免得沾了晦气，祸害咱们全村人。我劝你们想清楚，这东西要是烧了，最后悔的人可不是我。你敢威胁你亲妈？好，老娘今天就让你看看到底是谁后悔！你这怎么这么像我在兴州市农林研究院见过的收购合同？不可能，陈莹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接触到合同？赶紧烧了给咱们紫药的升职宴，去晦气！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东西可不是你们能烧的。呸！我儿子这么出息，我可谁也不怕。哼！陈莹的反应怎么这么反常？就一个破信封，烧它就是拿一叠废纸回来唬人的，真当全村人都是傻子啊！姐，你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把戏，一并使出来吧。要是没有，就赶紧滚一边去，别在这挡道了。今天是我的主场。就是，你下次要是再想装大老板，好歹找个厚实点的信封，往里面多塞2张旧报纸，行不行？好歹烧起来火光也能大点啊！烧得好，烧得太好了，大家都记牢了。今天把这村里唯一一条活路烧成灰的，是他们陈家人。陈莹的反应怎么这么反常？难道我们烧的真的是什么重要的合同？万山农贸是省城最大的万山农贸来咱们村了，肯定是看在紫药的面子上来收咱们冬储大白菜的。儿子，周总真是你叫来的？看来你面子很大啊。周万山的人竟然真的来了，但我也就科研会上见过一次周万山。难道是我被评上优秀青年研究员的消息传出去了？周老板觉得我是个人才，专门派车队来拉拢我，绝对是这样。我也是随便提了一嘴，没想到周总就这么大动干戈的。我说什么来着？我老陈家今天算是彻底光宗耀祖了。姐，你手里那个破信封烧了连个响都听不见，而我们家紫药呢，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把省城的大老板连人带车叫到这穷乡僻壤来，你拿什么跟我们比？现在你们有多得意，等知道真相的时候，就有多后悔。走！辛苦了，我是陈子耀，兴州市农林研究院的研究员。周总派你来之前，肯定跟你提过我吧？陈家人还真是蠢，只要让他们继续自以为是下去，很快就能把自己作死了。就是可惜了周总的合作。叔叔婶婶们，周老板的车到了，大家别愣着了，赶紧把白菜拉过来装车，我亲自帮大家对接。
吧，快点！菜可以先装车，但是按我们万山农贸的规矩，验收交割当场结款，必须凭合同办事儿。签了独家收购协议的代表在哪儿？把合同拿出来。怎么会这样？周总没给过我什么合同啊！儿子，你还愣着干啥呀？赶紧把周老板的合同拿出来呀！对，快把合同给人家过目，签完字好发钱。合同赶紧拿出来吧，全村的白菜命脉可都在这儿了。要是拿不出合同，人家万山农贸的车可不等人。这一车菜今天就得全欧烂在泥地里了。只要快点啊，别磨蹭了。就是几万斤白菜都装上车了，赶紧签了好过秤结钱啊！我那个合同还在省里，对，还在走流程审批呢。子耀，你刚才不是拍着胸脯说跟周老板打过包票了吗？怎么连个合同的影子都没有？我们一家老小的口粮钱全压在这一车白菜上了，你该不会是一直在拿空口白话糊弄咱们全村人吧？我看他就是拿不出合同吧。都说了只是暂时而已。再说了，我家子耀的面子比那什么破公章合同都好几1万倍。对，我是优秀研究员，跟周万山谈几10万的合作，还需要一张破纸来证明。我陈子尧开口说一句话，不比什么破合同都管用。就是，你们催什么催？都还在等着我儿子吃饭呢，都给我憋着，还不赶紧把白菜来拉走！哎，你听到没有啊？我儿子说不需要合同，直接拉走白菜。你敢不给我儿子面子，就等着滚蛋吧！听好了，我叫陈子耀，兴州市农林研究院的。你回去原封不动的告诉你们周总，只要他今天把这村的白菜全收了，我陈子耀就答应跟他建立长期合作。陈子耀，不认识。你什么意思？你不认识我？我可是……这位先生，我不管你是哪个院的，也不管你有多大排场，我们万山农贸做生意，只认白纸黑字的独家合同，没有合同，这车菜我一颗都不收。呸！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儿子能给你们老板供菜，是看得起你们。白菜都装上车了，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子耀，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对劲，如果这个采购主管根本不认识我，那他带车队来是找谁的？但这村里除了我，还有谁能让周总出面合作？等等，你们万山农贸今天确实是来陈家村收白菜的，这总没错吧？没错。那你们的独家收购合同到底签给了谁？这穷乡僻壤的，姓陈的，在省城里有头有脸，能跟周总搭上话的，除了我陈子耀，还能有谁？我们的合作方确实姓陈。叔叔婶婶们，你们都亲耳听到了吧？万山农贸的合作方姓陈，在咱们这个村儿，除了我陈子耀，还有谁配让周老板亲自派车队来收菜？对，他这主管就是个底下办事儿的，不认识子耀也很正常。乡亲们，大家都看清楚了，今天这满地的烂白菜能卖出去变现钱，全靠我儿子的面子。以后你们地里的菜能不能年年有人收，全得仰仗我们老陈家的关系。陈婶子，你有话就直说吧。所以啊，今天这个事儿，大家伙儿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对呀，我儿子在省城替你们跑前跑后，搭人情欠人情的，总不能让我们老陈家白忙活吧？每家出100块钱辛苦费，不过分吧？每家出100块钱辛苦费，不过分吧？100块，老陈，我家4亩地的白菜全卖了，满打满算也就挣个几百块钱，你这一张嘴就要抽走100，嫌多？那行啊，我马上让子耀跟周老板打个招呼，你老王家的白菜我们不收了，你自己拉回家沤肥去吧。这是造了什么孽呀？白菜还没过畅呢，先被这吸血鬼一家子生生刮去一层皮。叔叔婶婶们别小气啊，今天讨好我就是讨好周总，大家破点小财，以后年年有人收白菜，这笔账多划算啊，不好吗？来，交了辛苦费的白菜才能上车啊，动作快点儿。还是儿子好啊，你看养个有出息的儿子，全村人都得供着。闺女有什么用？就像是泼出去的水，一分也带不回来。当年送儿子去省城就是对的，一个闺女能顶什么事儿？关键时刻还得靠儿子。这就是你们一家子费尽心思偷别人前途培养出来的好儿子。白菜还没过畅呢，倒先从乡亲们的兜里抢起钱来了。你闭嘴！不过，我劝你们别得意得太早。人家刘主管只说合作方姓陈，可没说是哪个陈。这世上多的是此陈，非彼陈。陈莹怎么知道万山商贸的采购员姓刘？你还在这儿酸呢？这村里姓陈的，在省里有头有脸的，除了子耀还能是谁？难道是你这个要饭的吗？既然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也不就不陪你们浪费时间了。刘大哥，
万山农贸的名头绝不能被有心之人玷污。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敢指挥万山商贸的采购卫？我知道了，陈总。什么？你叫这个废物什么？当然是陈总。另外，陈总是我们周总的特约合作方，你最好放尊重点。不可能，他怎么可能会是周总的合作人？陈莹竟然才是和周总合作的那个陈总。胡说八道，假的，全都是假的，这绝对是他花钱从县城雇来演戏的骗子。他一个被扫地出门，在外面要饭的穷酸丫头，怎么可能认识周老板？肯定是因为嫉妒子耀，故意串通好了来搅局的。一个连工作牌都没带的司机，压根就不可信。没错，假的，你根本就不是万山农贸的主管，你们俩就是一伙的骗子，想在全村人面前演戏，杀我的威风。那你们倒是解释解释，万山农贸这辆10吨级的重型敞篷大卡车跑到这穷乡僻壤来，就为了配合我演一出戏？那你有合同吗？你说是来收菜的，你把白纸黑字的独家合同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啊！拿不出来，你就是个骗子。是啊，只要能拿出万山商贸的合同，就能证明一切了。合同我当然有，只不过就在刚才被你们一家子亲手烧成了灰。你是说那个信包装的就是周老板的独家合同？老妖婆，你烧的哪里是信封？你烧的是全村人活命的钱啊！今天绝不能认，如果认了，不仅得罪了周万山，还要被全村人生吞活剥。反正合同已经烧成了灰，死无对证。只要我咬死不承认，谁也证明不了那是真合同。姐，你在外面要了1年饭，编故事本事倒是见长啊！谁见过那个破信封里装的是什么？你说是周老板的合同，他就是合同了。我还说那是一沓废纸呢。就是，他要是真有周老板的独家合同，刚才怎么不得大大方方的掏出来给大家看，死死藏着掖着？不就是因为心里有鬼，怕被大家当场拆穿吗？你们别听那个疯子挑拨离间，只要今天的事平息了，以后大家的白菜，我陈子耀保证优先向省里推荐。是，大家放100个心。我们家子耀现在可是省里挂了号的人，有什么事儿是他办不成的？乡亲们，刚才都是误会，是我这个当妈的心太急了。这些钱我老陈家1分不留，全推给大家。以后全村白菜销路的事儿全包在我儿子身上，绝不收大家1分钱的好处费。人家老陈家把钱都退了，还给咱们找渠道。也是，子耀在省里混，而莹丫头毕竟是个空口无凭的要饭丫头。算了，还是跟着子耀稳当。被收保护费了，还热脸贴冷屁股呢。叔叔婶婶们，他陈莹今天要是不滚，以后肯定还会隔3差5跑回来闹事儿。到时候万山农贸的人打听说咱们陈家村有个疯婆子天天搅局，你们觉得人家省城的大老板还敢来咱们村收菜吗？对，把他赶出去，他留在这里就是断全村人的财路，他就是个祸害。姐，你自己走体面点呢，还是让全村人动手帮你走？不走是吧？大家动手！你们敢！周总，陈家村出事了，陈总回村谈收购，他那个亲弟弟陈子耀竟然冒充咱们的合作方，当众打着您的旗号招摇撞骗，还逼全村人交辛苦费。陈总刚拿出合同，就被他亲妈当着全村人的面抢过去，一把火烧成了灰。现在陈家人死不认账，倒打一耙，正煽动全村村民要把陈总强行赶出村子。刘主管估计护不住，局面快失控了。老乡，我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周总，那个带头闹事的陈子耀，就是调查资料里当年顶替了陈总名额，偷走他人生的那个亲弟弟。陈总今日回陈家村，估计不会善了的。好啊，这个小丫头是借我势去了。从17岁起就被自己的亲生父母当成亲弟弟的垫脚石，连这种在泥潭里被反复碾碎，还能靠自己咬着牙重新站起来的女人，是一头真正的孤狼。不错，有能力也有魄力，这样的人必须结交。现在他孤立无援的时候，正适合我周万山雪中送炭。多叫几个人备车，去陈家村。暂且不论我的身份，刘主管可是万山商贸的人，你们确定要动手吗？你们怕什么？那个什么刘主管肯定也是他找来的托，全村人都看着呢。出事了，大家一起扛，把他给我轰出村子！放开我！把他连人带包给我拖到村口去，让他从哪儿要饭来的，滚回哪里去！终于结束了，
只要今天把这个疯子彻底赶出村子，合同烧毁的事儿就死无对证，我陈子耀依然是这个村里的天。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周万山的合作人一下。没事吧？多谢周总来得及时。你就是子耀？我是。就是这个人打着我的旗号冒充合作方，还逼着全村人交辛苦费。是的，周总。合同呢？被他母亲当众抢过去烧了。你刚才烧掉的那张纸，是我万山农贸盖了财务章的独家收购合同。那上面的金额更是你们陈家村今年几十万斤冬储白菜的全部收购款。但是合同烧了，不代表我周万山的这单生意黄了。周总，我们可都靠着您的货款生活了，求求您千万别因为陈家迁怒我们啊！合同可以重签，白菜价格不变，依然高于市场价30%。谢谢周老板，周老板活菩萨呀！但我有一个条件，这单几万斤的生意，从头到尾，全部由他陈英一个人说了算。看来周总这是向我投出橄榄枝了。曾经我只是一个种地丫头，没想到现在却能翻身，让所有人都惧我敬我。但靠山山会倒，我自己也必须强大起来。他陈英说收谁家的菜，我万山农贸就收谁家的。他要是说不收，我的10吨大卡车今天就空着开走。他凭什么？我是兴州市农林研究院的正式研究员，我才是搞科研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就是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种地村姑。周总，您是不是被他骗了？您肯定搞错人了。我周万山在商海里摸爬滚打了20年，还从来没有搞错过。你难道是在质疑我周万山的眼光？我不是这个意思。陈颖，这单生意现在你说了算，收不收你定。都是你们这帮吸血鬼惹的祸。莹丫头，刚才的事儿跟咱们没关系，都是陈家人逼咱们的啊！是啊，莹丫头，你可不能跟乡亲们计较啊！那合同可是你亲妈烧的，你们完了！这死丫头现在居然爬到周万山头上，她要是发了疯报复我们怎么办？子耀在兴州市农林研究院的工作必须保住，不能让这死丫头翻身。莹丫头，你看看，咱们毕竟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嘛。刚才是妈老糊涂了，妈给你道个歉行不行？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你现在能有这么大出息，爸心里也替你高兴。这两人还真是改不了势利眼的德行，估计是怕我借势报复他们的宝贝儿子吧。姐，我知道你心里对我们有气，但今天这件事儿，它不只是咱们老陈家的私事啊，全村几百口人的白菜现在可都在车上他搁着呢。你总没必要因为你个人的情绪去砸了全村人的饭碗，断了大家的生计吧？就是啊，白菜都在车上了，你赶紧签了字儿，别因为你们家点破事耽误大家伙拿钱啊！莹丫头，叔知道你受了极大的委屈，但全村人都不容易，你就当看在乡亲们看着你长大的份上，别置气了。就是这些嘴脸，刚才嘲笑和围堵着我，要把我赶出村子，现在却道德绑架起我来了。看来还是我陈莹以前太好说话了。陈莹，这白菜，你说收还是不收？不收，不收。莹丫头，白菜都已经装在车上了呀，你不能这么绝情啊！为什么不收？大家可都那样求你了。车上这些白菜有一大半是我当年帮着乡们改良过盐碱土，在地里手把手教着种出来的。我对这些菜有感情，但是今天从我踏进村口，被污蔑、被欺的时候，没一个人为我说过哪怕一句话。当初你们但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制止陈家人，合同也不至于被烧毁。是你们的冷漠烧毁了你们自己的活路。周总，白菜确实是不错的白菜，但今天这个场合，恕我收不了。有魄力，看得清形势，也下得下狠手，是个成大事的苗子。完了，白菜真的卖不出去了，那全村人的怒火，岂不是都会施加在我身上？莹丫头，你不能这么绝呀！你把事情闹这么大，你弟在兴州市农林研究院的饭碗就彻底砸了。你已经攀上周总了，当姐姐的不能这么计较。姐，我们以前是不懂事，以后一定改。你就当看在全家人的份上，原谅我们这一次吧。一家人，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当过人？我们走吧，周总。等等，你不能走！陈莹，你个小畜生，给我站住！你今天要是
现在是翅膀硬了是不是？我们生你养你，就算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但你也不能攀上高枝，骑爹骑马往死里逼。生我养我，我从6岁起就被你们逼着下地干活，我大冬天穿的棉袄是捡别人不要的破烂儿，你们倾尽家财养的只有陈子耀一个人。我是咱们老陈家唯一的男丁，你一个早晚要嫁出去的赔钱货，拉你亲弟弟一把，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姐，子耀可是你亲弟弟啊，你一个女人在外面抛头露面多难啊！以后遇到事儿，不还得靠着亲弟弟给你撑场面吗？靠他一个连化肥酸碱度都分不清的废物，还是靠他那个全抄我笔记、偷我邀请函骗来的假研究员头衔？我怕他哪天东窗事发进去踩缝纫机的时候，我还得嫌他丢我的人。陈莹，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你以为你爬上周万山的高枝，你就能野鸡变凤凰，彻底翻身了？你不就是会爬床吗？住手！你个贱丫头，怎么能打你弟弟啊？真是反了你了！你弟弟多金贵，是你能教训的吗？我还说长姐如母呢，他犯贱侮辱我，也侮辱了周总，我打他多少次都不为过。啊！哎呦，我的宝贝儿子呀！你敢在我面前动手？周总，我知道错了。陈子耀，5年前你偷走了我的邀请函，这5年来你拿着我的实验笔记、我的选育数据，顶着我的名字，在新州市农林研究院混吃等死。甚至你今天在全村人面前摆的这桌大张旗鼓的升职宴，全都是吸着我的血换来的。你觉得，你这偷来的人生还能站多久？我今天不追究你，不是因为你是我弟弟，是因为我不想借着任何人的手这么简单的惩罚你。从今天，从这一秒开始，我陈莹跟陈家跟陈家村再也没有半点关系。老周，你可算回来了！陈家村的那批白菜样本收到了没有？我的实验组现在就等着那批关键样本呢。真有这么重要吗？不就一些白菜而已。你不知道，那个盐碱地白菜品蟹的耐盐数据，一旦能在实验室里得到最终验证，咱们省的抗逆育种课题就能直接跨上一个国家级的大台阶呀！又没收到。当初我下乡调研，在陈家村那片绝烧的白箭滩上，偶然发现了这个白菜品系的甜度和耐储性远远超过了目前市面上的所有常规品种。我连夜跟省里打了报告，结果一直没找到改良的人，也没了下文。农科所最新的表彰里，不就有个研究盐碱地的研究员吗？叫什么来着？哦，对，陈子耀。我让他把完整的育种方案和田间对照数据交上来。结果那个小伙子，跟你说句交底的实话，老周，我亲自拉着他谈了3次话，他简直就是个一问3不知的草包，和他笔记里的逻辑框架完全就不像一个人。好了好了，你消消气儿。哼，要不是省里发了红头文件，好歹认他手里那本笔记，我真怀疑他那个研究生的头头是不是冒充的。老宋，这批白菜我今天确实没给你收回来，但是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我保证你绝对想见。这我可就是来兴致了。谁呀？宋教授您好，我叫陈莹。陈家村盐碱地白菜品系的所有选育流程和土壤改良的终极方案是我做的。你说什么？那你说是你改良的？好，那你看看这份笔记，到底是按照什么逻辑设定的？ F3代的淘汰标准是植株绝对含水量不低于75%，体内脯氨酸的积累量必须达到电解质渗漏率的3倍以上，同时根系干重不能低于正常对教组的80%。全对，
一字不差。另外，宋教授，您手边这份报告的第7页第3行有一个极其低级的错误，那一行的脯氨酸含量上面写的是4.2，但实际上我原始笔记本上的记录是4.7，那是陈子耀在连夜抄袭我的笔记时眼瞎抄错了。怪不得陈子耀他一问三不知，原来全是假的，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一个不学无术的贼，竟然堂而皇之的在我们兴州市农林研究院混了5年，这是明目张胆的学术造假！老周，这件事我今天必须上报院领导，必须立刻取消他的一切职称和岗位。宋教授，先别急着举报。为什么？这种学术蛀虫，留他一天都是对科研的侮辱。举报了他受的那点不痛不痒的处分，抵得上我被他偷走的那整整5年的命吗？直接开除，太便宜他了。我要让他彻底后悔，一辈子都成为过街老鼠。你们要干什么？我警告你们，千万别动手啊！卖不掉了，种了这么久的白菜，全都得烂在手里。你们陈家赔我血汗钱！哎呦，老天爷呀！我们一家老小这1年的指望啊，全被你们这窝子丧尽天良的畜生给害死了呀！你们陈家今天必须给全村人一个说法！别打，都是误会！你们去省城找陈莹，他那么有本事，他肯定能把白菜收走的。你还有脸说？要不是你教唆，我们的白菜早就被收走了。就是，今天不给个说法，咱们可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一个村住着呀。你们真要下死手吗？有话好好说，那白菜的损失，我们老陈家慢慢砸锅卖铁赔给你们，行不行？呸！拿你们一家4口的狗命来赔吧！大家冷静，冷静一下。白菜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周木山不要，我可以走我们院里的内部渠道，帮大家联系新销路。是啊，乡亲们，子瑶在院里认识的都是大领导，处理这点白菜就是一句话的小事儿，大家千万别事情做绝了啊！陈子耀，你要是再敢放一句空话糊弄我们，全村人绝不手软。活活扒了你们一家4口的皮！陈莹，这次算我被摆一道，只要我还在研究院1天，这事儿就没完。所里比我学术支持，肯定是陈瑶让周万山运作的。陈莹一个村姑，现在他以为自己翻了身就能把我踩在泥底下了，他算个什么东西？子瑶，你现在最大的致命伤根本不是陈莹攀上了些谁，而是你在院里的成绩。你交上去的那些数据，全是从他那本破笔记上抄来的。现在周曼山带着他去了省城，如果他真的跟宋教授那种学界泰斗搭上了线，以他脑子里的东西，迟早会做出比你那份假报告更完善的东西。到时候真假报告放在一起一对比，调查组一介入，你就彻底全完了。不行，我不能失去科研员的身份，让我回来种地，我完全无法接受。所以你绝对不能坐以待毙。你在兴州市农林研究院这几年，也不是光混日子的。赵副社长那边，你不是一直在替他跑腿走动吗？对啊，赵副社长跟一门心思搞学术的宋教授向来不对付，两人在院里是出了名的死对头。赵副社长手里捏着的可是全省农产品质量检测和市场准入的生杀大权。可是周万山在省城势力那么大，赵副社长敢动他保的人吗？再说陈莹现在连咱们村的白菜都不收了，他自己一个人捣鼓那点破菜，能翻起多大浪？你是不是傻？周万山生意做得再大，那也是个商人。万山农贸的货想流通，能绕得开兴州市农林研究院的质检公章吗？只要你让赵副提议出面，从源头上卡住这批新农产品的安全准入，到时候不管陈莹做得再好，也随时会被逐利的周万山抛弃。陈莹，宋教授这边的局算是彻底破了，但我万山农贸现在后院起火，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麻烦，我想请你帮个忙。周总说的什么话？您帮我这么多，我本来就该还您人情的。您说，县城最大的那个楚东恒温仓库，几十吨的货出了大问题，白菜发软，萝卜空心儿，各方都查不出原因。库管和供货商已经吵翻天了，谁也找不出原因。照这个速度烂下去，我起码得血亏10几万。宋教授实在抽不出空，单论种店和看菜，你是绝顶的行家，能不能跟我去一趟仓库，替我把脉？这事儿不能耽误，上车吧。哎，周总，你可算来了！今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起码得血亏多少啊？刘主管、周老板，咱们可是签了协议的，我们的菜拉进你们仓库大门的时候，那可是水灵灵，挑不出一点毛病的。现在全烂了，那是你们仓库自己储存不当，这锅我们可不背。放屁！我们完全是按标准流程操作的，该撒石灰防潮我们撒了，该开通风口我们通了，跟往年一模一样。就是今年这贼老天碰上了暖冬，这损耗率才压不住的。陈莹，你过去看看。
周老板，您这是疾病乱投医了吗？这哪来的乡下黄毛丫头在这乱翻？这里面压着的可是我们几十万的货，弄坏了他赔得起吗？就是啊，周总，我管了15年的恒温仓库，什么专家没见过？他这打扮能懂什么是工业化储存？添乱还差不多。小丫头片子，你不在家绣花，跑这几十吨的大库房里装什么大尾巴狼？赶紧出去！难怪你们今天会赔，你们的保鲜方式太过时了。怎么可能？我们撒石灰，白菜帮叶发软，根本不是因为暖冬温度高，而是因为你们把湿度的控制逻辑搞反了。你们往地上撒生石灰是为了超湿防腐，但今年是暖冬，空气湿度本来就低，仓库里再大量铺石灰，导致空气极度干燥，白菜的细胞失水急剧加速，帮叶才会大面积发软脱水。把石灰全撤了，地面改铺湿沙，保持相对湿度在85%到90%之间。湿沙？那高湿环境下，白菜不会烂得更快吗？白菜在低温高湿的物理环境下，其自身的呼吸作用反而会被强行抑制，失水才是你们目前最大的损耗源，而不是腐烂。一会儿我就让人撤了，看看效果。那萝卜呢？是什么问题？萝卜空心是因为你们码垛太密，导致气流和通风极度不均匀。解决办法很简单，把现有的平铺码垛全部改成品字形交错排列。以往我们只追求仓库的利用率，根本没考虑过通风。你怎么会懂这么多？和土地打交道的，自然就懂了。周老板，你这是从哪座深山老林里挖出来这么个神仙丫头？我干了整整20年的蔬菜批发，他刚才说的那些门道，比我花重金请过的农大教授都在行啊！周总，奇迹，简直是奇迹啊！照这个存活率发往省城，今年冬储菜这条线不仅不亏，还能比往年多赚将近20万啊！陈专家，陈大师，您去我那儿当个技术顾问吧，我给您开这个数的高薪。抢什么抢？陈小姐，去我那儿，我给您股份。哎，走。这批眼看要烂的死货，你这几句话帮我硬生生挽回了2万的死账。按规矩抽1成，这里是2000块的知识现金咨询费。周总，这太多了，我不能收着。你陈英做的每一件事儿都会值更多的钱，但前提是你别拿自己的真本事不当回事儿。多谢周总，这本就是我为了回报您做的，没想到还让您破费了。我可不想和你这种人才算得太清楚啊，不如你留在我这儿吧。万山农贸的品控总监的位置我给你留着，按照万山商贸的体量，底薪加分红，够你衣食无忧一辈子了。谢谢周总，但我这人散漫惯了，想自己折腾点属于自己的小买卖，更何况我还有个同甘共苦的合伙人在菜市场等着我呢，我可不能抛下他。好，我不强求，以后在县城做买卖，遇到任何麻烦，随时来找我周望山。一定。陈莹被周老板那么大的人物带走了，肯定是要去省城赚大钱干大事了。发什么愣呢？陈莹，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我怎么舍得丢下你这么好的独家合伙人啊？合伙人？啥合伙人？难道你要带我做生意了？好，莹姐，你说咱们接下来怎么干？把这些果子全清了，不卖了。从明天起，咱们卖药膳蔬菜包。啥包？大方，你想啊，药膳蔬菜包里面装的其实就是市场上最普通的蔬菜，但咱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论斤称着卖了，我们要搞特定搭配，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按包售卖。就比如说，都是普通蔬菜，那人家凭啥加钱买咱们的组合啊？这就叫噱头。同样的白菜、萝卜、青菜，单独堆在一起，那就是烂大街的便宜货。但只要咱们根据特定需求把它们组合起来，它不仅形式新鲜，而且能让顾客产生极大的购买欲望，大家绝对乐意掏这份钱。我的老天爷，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啊？你简直就是个天生的做生意奇才啊！行了，别在这儿拍马屁了，赚钱不等人，时间就是金钱，赶紧麻溜的把这摊苹果清干净，跟我去批发市场进货，准备开干。得嘞，我这就收拾。比如这包祛湿套餐，里面是薏米、冬瓜、芹菜和白萝卜，成本不到5毛钱，卡片上写清楚祛湿的营养学原理，再配上熬汤的简易做法，这一包咱们卖2块。成本5毛，卖2块，我的老天爷，这利润能行吗？放心吧，咱们蝎子粑粑独一份，肯定行。这怎么卖呀？阿姨，这是咱们搭配的食疗蔬菜包，2块钱一包。多少？2块钱？就这几块破冬瓜、烂芹菜，加点碎薏米，在别人家5毛钱都能买1斤。你们想钱想疯了吧？莹姐，这可咋办啊？2块钱大家觉得太贵了。别慌，说明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客户。哎呦，这3天闷的，浑身像背了块石头，嘴里发苦，看见我那一锅肉就犯恶心。
连口水都喝不下去。叔，您这是天天守着炉子，湿热闷在脾胃里了，别光喝凉水了，拿这包菜回去试试。冬瓜芹菜，这玩意儿能顶啥用？还卖2块钱。药食同源，我不卖神药，但这一袋薏米冬瓜芹菜汤刚好能帮您清清脾胃的火。关键是不用您自己费脑子搭配，回去洗洗直接扔锅里熬个清汤，省事儿。今天开张第1单，给您图个新鲜，白送。您要是喝着觉得爽口，身子轻快了，明天帮我吆喝一声就行。嘿，你这小丫头做生意倒是有一套。行，叔就拿回去尝个鲜。1天了，都没卖出去多少，这食材都处理过了，再卖不出去就只能报废了。丫头，你昨天的包菜还真有点意思啊。叔，您觉得咋样？嘿，你别说，我按着你那卡片上写的，没放1滴油就放了点盐熬汤，那汤喝下去清甜爽口。我昨晚一口气干了2大碗，发了一身大汗。今天早上起来胃里不顶了，浑身上下那叫一个松快。我跟你们说，这钱花的值。关键是人家这菜洗得干干净净，搭配的讲究，那卡片上连切几块、煮几分钟都写得明明白白，买回去根本不用过脑子，直接下锅。2块钱买个营养配方，看着就干净高级。丫头，给我来一包这个暖胃的，我也吃个新鲜。我也来一包，我也要。陈莹，就2天，咱们就卖了1200块。把钱收好，这才哪儿到哪儿。接到实名举报，你们摊位销售的所谓药膳蔬菜套餐，该批次蔬菜未经任何检测机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属于非法私自上市销售，现依法对你们的摊位进行全面查封处理，所有涉案货物所得赃款一律就地暂扣。查封，暂扣。我们卖的就是普普通通的白菜萝卜啊，怎么就成赃款了？哎呀，姐，我早就提醒过你，你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村姑，打着专家的旗号在外面招摇撞骗，这可是要坐牢的呀！你们凭什么查封？我们卖的就是菜市场里最正常不过的普通蔬菜。这可不是我陈子耀信口雌黄，这是兴州市农林研究用农产品下达的正式意见。你以为你爬上了一个周二山的床，你就能万事大吉了？周二山是有几个臭钱，但他充其量也就是个收菜的私人老板，这下连他也帮不了你。陈子耀，你这叫以权谋私。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封条一贴，你这个破摊子今天就算是彻底收场了。是，我明白，我立刻执行。陈女士，刚收到省院最高层越级通知，针对您的查封被全盘驳回。什么？而且上面明确指示，这次查封程序严重违规，立刻撤销封条。不可能，这可是赵副社长亲自批的条子，你们是不是搞错了？赵副社长已经知道是你擅自偷盖印章了，你自己想找死，别拉着我们整个队垫背。凭什么你陈莹一个赔钱货能一直安然无恙？陈莹，全让你算准了。今天我按计划在院里提议，让陈子耀做耐盐间项目的公开述职报告。那草包吓得脸都绿了，连滚带爬去求赵副社长把会议压下来。赵副社长保他了吗？他们估计早就勾结了。宋教授，我那个好弟弟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他爬上了赵副社长的船，只要我在省城外面做任何跟农业沾边的买卖，他一定会想办法针对我。你打算怎么办？避避风头？我不打算躲，而是要引蛇出洞，让他主动出手。让他出手？我就是要让陈子耀大张旗鼓地对付我。只要陈子耀露出污点，风口浪尖上，谁也保不了陈子耀。所以你已经有计划了，需要我帮什么忙？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做一件事，在他们出手之前，您先去跟院里通个气，请兴州调查组处的同志稍微关注一下这份查封令的审批程序是否合规。这一切全是你下套故意的，你一个村姑居然敢跟院里的人勾结起来搞我！勾结？我勾结谁了？我只是一个在菜市场里起早贪黑卖菜的平头老百姓。倒是你陈子耀，用你那个装满草包的脑子想一想，有人看到这份如此荒谬、如此明显的查封令，他们会怎么想？陈子耀同志，关于赵副社长违规下达查封令一事，请你立刻跟我们走一趟。陈子耀，这只是开始。你偷走的那5年，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连本带利，一笔一笔的亲自收回来。怎么这副死样子？
查封陈英那买卖的事儿到底办成没有？别问了。我凭什么不问？你说话呀！到底怎么了？怎么了？老子差点连工作都丢了！你说什么？查封令被星邮调查处当场驳回，他们把我叫去训话，警告我这是利用职务干扰市场经营，连赵副社长都让人传话，叫我最近离他远点，别把火烧到他头上。你一个新征市农林研究院的研究员，连个村姑都收拾不了，你是不是废物啊？我有什么办法？陈莹那个贱人提前布了局，找宋教授通了星州调查组出的气，我一出手就被他们都死了。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连个女人都收拾不了，看来我得提前为自己的以后做打算了。行了行了，我也不是怪你，我这不是替你着急吗？事已至此，发火有什么用？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丢了这份工作。你安分几天，等赵副征长气消了，再去塞点好处啊。喂，是我。对，好，我知道了。又怎么了？院里的紧急通知，下个月要开年度学术成果汇报答辩会，所有评过优的人必须上台，当着全院专家的面汇报近期的研究进展，答辩结果直接跟岗位挂钩。那你上台讲什么？完了，全完了。一旦上台，他们只要随便抽查，我就彻底原形毕露了。不仅要被开除公职，我甚至会被全行业封杀，我会变成整个省城最大的笑话。继续抄啊！陈英留下的笔记还剩不少内容呢。不行，我不敢去。子耀，这个答辩你必须过，不仅是为了保住工作，更是为了我们。我怀了1个多月了。怀了？可我这答辩要是搞砸了，专家们一问，我全得露馅啊，到时候开除我。你要是没了这份工作，我的孩子怎么办？大不了就拼一把，只要我抢先发表，陈颖也没办法说什么。这是星州市农林研究院年度学术成果报告通知，下面附着一份评审委员名单。你的计划第1步已经完美落地了。今年的答辩评审团一共有5个人，固定的内部席位有3个，我占1席，赵副社长手下的人占了2席。如果按照往年的老规矩，赵老批复那边2票对我1票，他想在台上保谁就能保谁。但今年规矩变了，多谢宋教授帮我斡旋。还得是你前几天在菜市场那一手引蛇出洞太绝了。虽然暂时没有下正式处分，但为了避嫌，在今年的答辩里破例的增设了2个外部合作评审的席位。不出所料的话，这2个外部席位会由深度合作方推荐专业人士担任，而且手里捏着极高的打分权重吧？正是如此。老周是我们院多年的资深合作方，他直接向院里强力推荐了你为盐碱地作物改良方向的独立专家，进入外部评审团。正好你提供的方向很有科研含量，全票通过。这世道还是得靠实力，可惜你被蒙尘的5年啊！这次赵老匹夫手底下的那2个评委绝对不敢再明目张胆的给陈子阳放水，只要敢稍微偏袒一点，立刻就会被当成典型查处。宋教授，还是得谢谢您和周总。孩子，该谢的人是你自己。说句凭良心的话，你当年要是不被家里给坑了，现在至少已经是我们院里独当一面的核心骨干了。都过去了。你爸你妈真是瞎了眼啊！你一个女娃娃，面朝黄土背朝天，在碱地里死死蹲了5年做出来的东西，比你那个在院里混吃等死5年的废物弟弟强出何止10倍100倍，他们怎么就看不见呢？我弟弟是个什么德行，我这个做姐姐的最清楚。他胆小如鼠，但偏偏又极其贪心，所以这次答辩，他不仅会硬着头皮上台，而且还会拿着我那本育种笔记去准备他的所谓研究成果。你打算怎么做？他这5年来偷我的东西偷习惯了，觉得吸我的血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一次，我要让他在台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彻底现出原形。评委的底细我给你透个底儿，一共4个评委，我安排了1个自己人，你只要在台上正常发挥，别结巴，
我们也能给你打个中上的分数。多谢赵所长。宋教授那个老顽固占了1票，他肯定会想方设法刁难你，但区一票翻不了盘。不过今年最邪门的是，院里为了避嫌，临时硬塞进来一个外部合作评审。这次外部打分的分值极高，直接跟我和老宋这一档齐平。什么？那岂不是能影响我的评审？您查出来是谁了吗？这个人是周曼山强力推荐的，院里的审核手续做得极其保密，连个具体名字都没写。放心，估计是周曼山手底下高薪聘请的技术顾问吧。只要你上台别出大错，我保你过关。别紧张，你那份报告稿子背熟了吗？您放心，我都准备好了。对，不能自己吓自己。那个什么外部评委根本不知道是谁，但总不可能比宋教授还难对付吧？陈子耀同志准备上场了。各位同志，现在向大家介绍本次答辩的评审团成员。第一位评审，兴州市农林研究院作物改良学科带刀人宋教授。第二位评审，兴州市农林研究院科研成果转化处张主任。第三位评审，兴州市农林研究院赵副社长。有赵副社长在，这次评审肯定很轻松就能混过去了。接下来，第四位评审，也是本年度特邀的外部合作评审专家陈玲女士。怎么可能？陈员怎么会是评审？陈子尧研究员，请开始你的汇报。怎么还不开始？傻站着干嘛？你看他的脸色，煞白煞白的，不会是生病了吧？陈子尧，你不会想到曾经被你看不起的村姑能决定你的命运吧？陈子耀同志，大家的时间都有限，请抓紧开始你的汇报。陈研究员，还不开始？你不会是不敢做评审，心虚了吧？谁不敢了？我凭什么不敢？我年度的研究方向是耐盐碱作物新品系的属育鱼与改良，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我的汇报完毕，谢谢大家。陈子尧同志的报告线索完整，数据也算详实，我没有更多问题，评分85分。下面，请外部合作评委陈颖女士打分。陈研究员，你的汇报中提到的筛选标准，我想请问你是怎么确定的？它是基于什么具体的理论模型推导出来的，还是单纯的经验值？完了，陈颖果然要针对我，这个问题我压根就没准备，笔记上也没有相关的内容。这不过是研究的基础而已，你为什么迟迟不作答？这个我需要回去重新查一查。这么简单的问题，你竟然还需要回去查一查？我这么多数据细节记不清楚很正常。对，我怎么可能什么数据都记得？既然如此，数据我不问了，你的稿子上都写了，我就问一件事：5年前腊月17黄昏突降到零下23度，你报告里那批300多棵耐寒实验的白菜苗，一夜之间全遭遇了方冻，你是怎么处理的？最后活了几棵？既然数据记不清楚，自己亲手做的实验细节总该记得清楚吧？那天处理方法是，我忘记了。既然你忘了，那我就替你回忆。那天半夜2点，我被冻醒的，跑到地里一看，300多棵苗全趴了。我用灶台里还带温的草木灰围根保温，30度窝棚的草帘子拆下来，一颗一颗浇化盖上去。从半夜蹲到天亮，一端跟冻土冻在一起了，站起来的时候皮都扯掉了。活了37棵。报告里最核心的耐寒数据，就是从这37棵的后代里来的。陈子耀，你抄得了数据，抄不了那一页。连这种关乎数据的生死关头都能忘，这绝对不是他自己干的。
原来优秀研究员是个学术抄袭的冒名顶替者啊！胡说八道，这全是你为了出风头编出来的故事。各位别信他，他拿不出证据，就是在这里胡搅蛮缠。此结果归属存在重大争议，请双方当场出示原始实验记录。没错，陈子耀一直以来抄袭的都是我曾经的田间笔记。这是我的田间笔记，只要对比字迹和数据，一看便知。拿出来吧。两页纸上的字迹、字形、笔舵习惯、涂改方式一模一样，这什么也证明不了，是你抄袭了我的字迹。这正面是我姑姑5年前寄给我的家书，背面是我的实验草稿，因为买不起纸，写在硬纸背面。邮窗日期5年前3月11号。陈子耀3月14号才正式入职新州市农林研究院。既然他还没有踏入这扇门的时候，我的实验方案已经写好了。这是我的，她是我姐姐，我拿来家里的东西怎么了？各位，这些研究是我在陈家村的盐碱地里花了5年时间做出来的。他不是研究员，他只是一个拿着别人通知书进了门，抄写别人笔记，混了5年的人。本场答辩结束，陈子耀学术成果归属争议。提请院学术委员会和兴州调查组监察处联合调查，调查期间其一切职称和荣誉暂时搁置。恭喜你啊，陈莹，这下是真相大白了。陈子耀的情况我会上诉，把真正属于你的荣誉还你。陈莹，你这个冷血的毒妇，我是你亲弟弟，你为了出这点风头，居然狠得下心砸了我的铁饭碗，你就不怕遭报应吗？报应？你偷走别人的人生，吃着人血馒头过了5年安稳日子。今天这一切不是我逼你的，是你自作自受。兴州调查组竟然这么快就来了。陈子耀，我们是院兴州调查组监察处的，现接到陈家村数百名村民实名举报，并掌握确凿证据，你涉嫌严重学术造假，骗取国家科研经费，同时你涉嫌勾结院领导滥用职权，违规查封合法商户。竟然是陈家村村民的举报。你的性质极其恶劣，现对你正式立案调查，请立刻跟我们走一趟。不关我的事儿，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是爸妈，是爸妈，是爸妈非要把那张录取通知书塞给我的，我根本不想来。有什么冤屈，有什么同谋，到了审讯以上，你有1整天的时间，一条一条给我们交代清楚。带走，陈莹。亲手把自己的血亲弟弟送进牢里，你现在满意了吗？你晚上睡觉就不会做噩梦吗？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你送进去。陈子耀，5年前，当你心安理得地从爸妈手里接过那张写着我名字的录取书时，你今天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这枚徽章曾经是我在碱田里做梦都想亲手戴上的荣誉。终于，我用血汗浇灌出来的成果，堂堂正正地冠上它本该有的名字。经过兴州市农林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历时1个月的严格复核，现正式宣布陈岩1号耐盐碱白菜品系的全部核心科研成果确认属于陈莹女士本人。同时，该项目已正式列入本年度重点推广农业项目。孩子，这份证书迟到了整整5年，但今天它终于回到了该在的地方。莹姐，陈莹女士，我是省城日报的记者。据我们了解，您并没有高等学术背景，5年来也从未进过任何正规的科研实验室。请问您究竟是用什么样的仪器设备，在那种艰苦的乡村环境下独立完成这项级科研成果的？
我的实验室是陈家村东头那片荒了半个世纪、寸草不生的重度盐碱地。我的仪器是一把长了铁锈的竹头，和2000多个风雨无阻的日日夜夜。经常有人问我，一个没有学历、没有背景的农村女人到底能做到什么？今天我想坐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女人能做到什么，从来不依赖别人高高在上的施舍给她机会。5年前我被顶替的时候，村里的人都按着我的头，说女娃读书种地都没用，一辈子就该烂在泥潭里。今天见我拿回这个成果，站在这里，不是为了向当年那些伤害过我的人证明什么，我是为了告诉那些此刻正和当年的我一样，被生生按在泥里抬不起头的人，只要你们自己不认命，泥里也能长出顶天立地的庄稼。不可能！我家子瑶是兴州市农林研究院的研究室大官，他怎么可能被抓？一定是你们弄错了！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你家陈子耀学术造假，勾结领导滥用职权，已经被兴州调查组带走立案调查了。那也不能把他抓进去啊！一家人的成果咋能叫造假呀？真实情况到底咋样，你们自己清楚。可不是嘛！前阵子还在村里摆什么生日宴，请咱们喝喜酒，吹得天花乱坠的，呸！丢人现眼。当初他为了逼陈英就范，偷偷烧了赢丫头的收购合同，害得咱们全村的白菜烂在田里没人要。老天爷长眼呀！这种丧尽天良畜生就该进去蹲大牢。哎呦，我的老天爷呀！我的儿啊，怎么会这样啊？乡亲们，这都是误会，只要他误会个屁！你们老陈家真是瞎了狗眼，把心都偏到狗肚子里去了。那么好，那么能干的一个大闺女，被你们活生生逼出村子，坑成了那样。现在好了，你们当宝贝一样供着的儿子进去了。我告诉你们，这就叫报应，活该。爸妈，你们怎么突然从乡下过来了？快进屋。小曼，你可得救救子瑶啊！村里人都说他被信阳调查组处抓走了，要坐大牢啊！妈，求求你了，你可不能不管他呀！妈，子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心里比谁都急。可我肚子里现在还揣着你们老陈家的种呢，我总不能挺着大肚子去劫狱吧？小曼，你怀上了！哎呦，老天爷保佑啊！咱们老陈家有后了。有后有啥用？子耀要是真判了刑，这孩子生下来连个爹都没有。爸，其实要救子耀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解铃还须系铃人。啥意思？小曼，你快说。你们想啊，能把子耀送进去的是陈莹，现在能把他捞出来的也只有陈莹。可是他现在可是兴州市农林研究院跟前的大红人，说话分量重着呢。只要他肯出面去兴州调查组处销案，说这一切都是家庭内部的学术误会，表示不予追究，子耀不仅能轻判，说不定连工作都能保住。小曼啊，你不知道那死丫头的脾气，她现在恨咱们入骨，连家都不回了，她能听咱们的？妈，你们可是他的亲爹亲妈，他要是见死不救，就是不孝。你们就去兴州市农林研究院门口闹，去他单位找领导要说法。他现在是个公众人物，最怕什么？最怕名声臭了。这顶不孝的大帽子扣下来，你们看他敢不敢不担着？对，小曼说的对，没有老娘10月怀胎，哪有他今天的人模狗样？子耀可是他亲弟弟，他要是敢不管，我非去省城当着领导的面撕了他那层皮不可。去闹吧，闹得越大越好。陈莹要是怕了服软了，子耀就有救，我的饭票就还能保住。他要是不服软，那这盆脏水泼出去也足够让他身败名裂。横竖这把火烧不到我身上，我稳赚不赔。好啊，宋教授的实验室技术，加上你这陈简1号的底子，再配上我的资金和渠道，
咱们这把可是干了件大事儿，也得多谢你们几方的努力，不然我都组不起这个局啊。周老板、宋教授，除了卖种子，我还想在厂里办个田间培训班，免费把改良盐碱地的土办法手把手教给农户。免费？陈莹，咱们开门做生意，技术可是核心，白交出去不收钱，咱们不亏本吗？种子可以卖钱，但技术不能死死攥在自己手里。5年前，我要是能遇上一个肯教我的人，也不至于一个人在村里瞎摸索那么久。只有把这些技术交出去，让更多人会种地，这片盐碱地才能真正活过来。好，就按你说的办。我周万山这辈子走南闯北，见过的能人多了去了，但像你这样有格局的，独一份。莹姐、周老板，咱们这免费培训班的消息刚放出去，下面几个县的农户都疯了，报名表已经排到3个月后了。不错，只要咱们再继续努力，迟早能普及种植技术，改善农民的耕种质量。你说什么？各位街坊邻居、乡亲们呐，我辛辛苦苦10月怀胎生下的闺女，现在攀上高枝，当了大老板，发大财了，就翻脸不认她亲爹亲妈了。大妈，你说的情况属实吗？他丧尽天良啊，竟然去当官的面前告黑状，把他亲的弟弟送进了大牢。我们老陈家造了什么孽，养出这么个白眼狼啊！记者同志，这闺女有钱有势了，就往死里整她弟弟。我们老两口跑来求她，连门都不让我们进，她这是要逼死我们一家老小啊！我之前听说是他弟弟冒名顶替啊。那也是亲弟弟啊，这亲爹亲妈都坐在街上了，当闺女的把事儿做这么绝，连亲弟弟都送进去里，是不是也太狠了点儿？爸妈，你们要在我的大门口闹这出戏，我不拦着，但你们跪在这里，打着牌子骂我不孝，骂我逼死亲弟弟。各位记者乡亲们，请看清楚，这是新州调查组下发的正式文件，上面写的清清楚楚，陈子耀5年前窃取我的科研成果，这根本不是什么家庭纠纷，是他自己犯了法，新州调查组依法办案。这也太不要脸了！你少拿这些文件来糊弄人，你就是不孝！你们口口声声说我不孝，好，既然今天记者和乡亲们都在，那咱们就把这笔账当着所有人的面一笔一笔的算清楚。你少在这胡说八道！5年前，新州市农林研究院的入职书上面明明白白写着我陈莹的名字，可是我的亲生父母强行扣下了我，把他塞给了连高中都考不上的陈子豪，让他顶替我去了省城。各位街坊记者同志，你们告诉我，一个被夺走前途、被毁掉土地、被扫地出门5年没花过家里1分钱的女儿，到底还欠这个家什么？这哪是闺女不孝，这简直是爹妈作孽呀！把自家亲闺女坑得这么惨，现在儿子犯了法，居然还有脸跑来街上拉横幅讹人！快记下来，这新闻发出去，舆论绝对要彻底翻盘了。妈知道错了，当初是妈瞎了眼偏心啊！可子耀毕竟是你同胞弟弟呀，妈求求你了，你去跟杏川调查组说句好话救救他吧！你要是不救他，妈也不活了。今天你跪在这里哭天响地，不是因为你心痛我当年受的苦，是因为心疼你的宝贝儿子，觉得没人可以指望，没人可以依靠了。他的事儿我帮不了。莹丫头啊，你当真就这么狠心？子耀是你亲弟弟呀，妈给你跪下磕头还不行吗？你要是不救他，妈今天就撞死在这门口。别再用父母这2个字来绑架我了。当年你们放弃做我父母的时候，比谁都干脆。陈莹那条路走不通，我早就料到了。她现在心狠着呢，巴不得子耀倒霉。那我儿子可咋办啊？爸妈，子耀的案子也不是全没救，现在最关键的是看谁能替他挡下这致命一击。挡？怎么挡？如果能证明子耀是被家里逼着才用了陈莹的东西，如果有人去自首，把责任全扛下来，一口咬定是自己指使的，跟子耀没关系，那子耀就能从轻发落，甚至无罪释放了。谁去扛？这种事儿当然得是最亲的人去扛，比如亲生父母。去顶罪？那我们老两口也得被关进去吗？妈，您想啊，您和我爸岁数都一大把了，
就算进去，人家也是从轻发落，关不了多久的。可子耀还年轻啊，他前途无量。妈，我肚子里现在可还揣着你们陈家的骨肉，等他接班呢。您忍心让这孩子一出生连个亲爹都没有吗？这可是你们老陈家唯一的根儿啊！好，为了陈家的根儿，只要能救子耀，我去扛。陈莹，当初你欺辱我，现在你想干干净净的赢，没那么容易。大家记住，判断地里的盐碱到底有多重，不用非得花钱送到城里去化验。最土但也最管用的办法就是用嘴尝。咸的发苦是重度盐碱，咸里带涩是中度，只有一点点咸味是轻度。盐碱度不一样，咱们往下填石膏下肥料的法子就不一样，下重了烧苗，下轻了没用。陈老师，您这土法子可比城里那些挂着牌子的专家仪器还管用啊！听得懂，学得会。他现在可是省里挂了号的重点成果获得者了，换了别人早就舒舒服服的坐在办公室喝茶水了，他倒好，非要成天蹲在泥地里跟一帮老农嚼泥巴。这就是他跟咱们不一样的地方。咱们这些人搞了大半辈子科研，是把知识当成本事，可他陈毅是把知识当成了良心。莹姐，好消息，省农业厅来人了。咱们这套盐碱地改造模式要作为全省的样板，向全省大面积推广，而且还要专门给你颁发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特别贡献奖。替我谢谢厅里的领导，但颁奖就算了，我不关心那些虚头巴脑的名头，只要能让更多废弃的盐碱地长出粮食，比给我发10个奖杯都强。现在，我自己终于有能力去拉底下的千万人一把了。啊，我看看。是我指使的，跟我儿子没关系，是我逼着他拿陈游的笔记去省城顶替的。你们要抓就抓我，把我儿子放了。陈女士，你父亲今天一早就主动跑来投案，非要替陈子尧承担全部罪名，但我们初步审下来，发现他对案件涉及的科研和职务细节根本对不上，明显是被人提前交好了词。我没怨言，可我那个有出息的闺女心狠呐，她现在当了大老板，见死不救啊！他明明一句话就能救他亲弟弟，可他偏偏不肯啊！这套以退为进、两头围堵的说辞，背后的军师只能是钱小曼。他自己躲在安全的地方，把年过7旬、大字不识的老头推到台前顶罪，既能把陈子尧的案子搅浑，又能再泼我一身逼死老夫的脏水。一石二鸟，算盘打得真响。爸，这一套连哭带闹的词儿是钱小曼教你演的吧？不是，谁教我了？是我自己要来救我儿子的。那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坐在这儿顶罪是什么后果？我顶罪，子耀就能放出来。你口口声声说是指使的，那我问你，陈子耀在新州市农林研究院的研究课题是什么方向？他偷我的那个品种叫什么名字？你连这些最基本的细节都说不明白。新州调查组不是傻子，你根本顶不了他的罪，只会白白把自己也搭进来。不可能，小曼明明说……小曼说什么你就信什么。爸，你活了大半辈子，怎么就不动脑筋想想，这法子要是真能救人，他钱小曼为什么不自己来顶罪，偏偏让你来？老爷子，你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叫包庇，处理不好，你自己也要担负刑事责任。你最好老老实实把事情说清楚，到底是谁让你来顶罪的？爸，事到如今你们还看不明白吗？你说什么？钱小曼从头到尾算计的就是陈家，对他来说，陈子尧就是个往上爬的梯子，现在梯子断了，他就开始拆陈家的墙。你们要是再执迷不悟，心甘情愿的被他当枪使，陈家就真的什么都不剩了。今日你顶罪，不仅放不出来陈子耀，还把自己也送进去了。子耀的事儿我帮不了，但我提醒你们最后一次，别等钱小曼把你们的棺材本都掏空了，你们还傻乎乎的以为他是在替陈家着想。不会的，小曼肚子里还怀着咱们老陈家的骨肉，那是子耀唯一的种，肯定不会害我们的。妈，我托了省城的朋友，终于找着门路了。人家说，只要打点得当，子耀这案子就能压下来，人立马就能出来。真的？啥门路啊？门路是通的，但需要这个数。这么多，这
这是要咱们的命啊！家里哪有这么多现钱？妈，我一个孕妇能借的都借遍了，连嫁妆钱都垫进去了，可还是不够啊！可我拿不出钱啊，当时钱都给你和子耀买房了。妈，现在爸也进去了，你要是真心救子耀，就把家里的钱全凑一凑，实在不行，把乡下老房子也卖了。只要子耀能全虚全眼的出来，凭他的本事，这点钱很快就能挣回来。卖房子，这可是咱们老陈家最后落脚的地方了。妈，房子没了可以再买，可子耀要是真判个10年8年的，您忍心看着咱们陈家唯一的根，一出生就被别人指指点点，连个亲爹都见不着吗？不管赢丫头怎么挑拨，小曼肚子里怀着的可是老陈家正儿八经的独苗，为了保住这条根，砸锅卖铁也得干。好，妈听你的，我这就回去把存折全取出来，连这房子也卖了。只要能救子耀，要什么都行。妈，您真是天底下最好的亲妈，子耀出来了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妈，您慢走啊，路上小心点，尽快把钱凑齐。子耀在里面多待1天就多受1天罪。哎，你快回去歇着，小心身子。去卖吧，最好把你们陈家最后一块砖都给卖干净。等这笔钱一到手，我立马就从这个县城消失。陈子耀那个没用的废物，这辈子就老老实实在牢里烂透吧。喂，亲爱的，是我呀，你再耐心等我几天，等我把那2个老不死手里最后这一大笔钱糊弄到手，我立马就买车票去找你。放心吧，我怎么可能生下那个废物的种？咱们的孩子可不能跟着姓陈的一家子倒8辈子血。小曼，这是卖房子的钱，加上我和你爸所有的活命钱，全在这儿了。你快拿去走门路，赶紧把子瑶救出来呀！哎呀妈，你放心吧，我明天一大早就去省城把子瑶救出来。小曼，你这大包小包的收拾行李干啥？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去哪儿？当然是去过我自己的好日子。你什么意思？你不去救子耀了？救他？陈子耀那个废物，除了吹牛发脾气，还有什么真本事？现在连唯一的铁饭碗砸了，还进了局子，下半辈子就是个有案底的劳改汉。我凭什么留下来跟着他守活寡？这笔钱就当是我委屈自己，嫁进你们陈家这几年的青春损失费了。你这个没良心的毒妇，你说的是人话吗？你肚子里可还怀着我们家子耀的孩子，你是我们陈家的媳妇儿啊！老太婆，既然今天我要走了，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我肚子里这块肉从头到尾就根本不是陈子耀的。等我拿着你们陈家最后这笔买命钱出了这扇门，我就跟孩子他亲爹远走高飞。从今往后，我跟你们陈家没有半毛钱关系。我为了保住陈家独苗，跑去大马路上骂自己的亲生女儿，把祖宗留下来的老房子卖了，把最后的活命钱掏空了，到头来换来的竟然是个野种，竟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老爹呀！把钱还给我，那是我们陈家卖房子的钱，是救子瑶的命钱，你这个骗子！放手！你个老不死的，这钱是你自己双手奉上的，我可没拿刀逼你，给我滚开！给我滚！来，把钱交来，陈子瑶！我的肚子好痛！怎么了？出人命了！是我杀人了！那个老东西敢害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陈家！报应，全都是报应啊！老天爷长眼了，陈家造的孽全遭报应了啊！报应回来了！灌浆期是小麦生长周期中的关键阶段。莹姐，出大事了！还能有啥大事儿？你慢点说。我也是听别人说的，钱小曼骗光了陈家卖房的钱，肚子里的孩子还不是陈子耀的。后来你娘和钱小曼撕扯，钱小曼流产，
你娘也精神失常了。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啊！他们听信钱小曼的谗言，就该想到会有这一天。哦，对了，陈子耀的案子也要重判了，估计没啥余地了。莹姐，这回他们没法再纠缠你了。我幻想过他们遭报应的这一天，只是没想到真的经历这些时，我会这么平静。莹姐，派出所和医院那边都在等信儿，你要回去看看吗？既然病了，你替我安排一下，每个月按时给医院交住院费和护工费，保他吃穿不愁，有人照顾。那你自己不回去露个面吗？我不去了。有些路早就该各走各的了，我跟那个家的账早已经清了。本年度全省最高荣誉农业科技创新特别贡献奖的获得者是陈莹。他依托自主研发的耐盐碱作物改良技术，成功带动全省4万亩盐碱荒地复耕，惠及农户超过3万户。陈莹女士，您现在已经是全省知名的农业专家和杰出企业家了，以后还会继续亲自下地干活吗？今天上午来开会之前，我还在地里蹲着看麦苗呢。今天，我想用我自己的故事告诉所有人：出身决定不了你的高度，性别更决定不了你的未来。一个女人能走多远，只取决于当生活把她死死按进泥潭里的时候，她有没有那个勇气，靠自己从泥里重新站起来。多亏了你啊，咱们村今年家家户户都大丰收，再也不用看天吃饭了。莹丫头，莹丫头，当年是婶子对不住你，没敢替你吭声。婶儿，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地还是这片地，只要咱们肯用心种，它就不会亏待人。莹姐，快走了！省里又来电话了，说隔壁市还有一片几千亩的新盐碱地，等着咱们去改良呢。